月13号，乌东部集团军发言人切列瓦蒂上校在战报中表示，乌军在巴赫穆特方向的3天反攻行动中，有 17.3 平方公里被解放。17.3 平方公里呢，接近于整个巴赫穆特城区一半的面积了。对比俄军打下的速度，乌军完全称得上是摧枯拉朽4个字了。不过这次乌军大捷呢，还真的不是迅速推进战线才取得的战果，真正的原因是俄正规军直接在巴赫穆特南北两翼溃逃了。对此呢，瓦格纳老大普里戈金差点又开起嘴炮，狂喷俄高层，因为他们辛辛苦苦半年多打下来的战果，俄军是只花了不到72个小时就让其消失了。那么俄军在巴赫穆特南翼溃逃后，目前俄乌双方对这块区域有什么打算呢？乌军会不会继续挺进？话不多说，咱们直接进入正题。大兵总结了一下当前巴赫穆特的形势啊，先说乌军方面，乌军在此季出动的部队规模和之前差不多，均为原驻守巴赫穆特的老部队，突击3旅负责南翼，92旅等部队负责北翼。为人熟知的93旅并没有太多的参与，部署位置在南北翼之间，负责城区防御工作。同时，乌军在这个区域还部署有一个预备役部队坦克第17旅。不过，按照相关网站的说法，目前这支部队并没有出动，他们被部署在巴赫穆特北翼外围的这个位置。装备方面，从近期乌军各地方部队公布的视频看，他们在巴赫穆特方向呢，基本采用了单辆坦克配合装甲运兵车，进行步坦协同的配合战术。结合当地的天气状况、道路情况以及实际的视频和照片来看，目前乌克兰的翻江期差不多已经结束了，坦克在野外机动基本是没有问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乌军呢并没有在巴赫穆特这一区域使用各国援助的，比如豹2坦克、M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等装甲车辆。大兵个人分析，这一方向的乌军部队还是以苏制重武器为主，美制德制的重武器新装部队应该是被部署在了赫尔松等南线方向。至于乌军这么做的原因，其实也很好理解，南线很大概率是乌军主攻的目标，这样部署呢，尽可能的降低战区后勤的复杂度。毕竟赫尔松距离北约各国在波兰设立的武器维修中心是更近一些。俄军方面呢，瓦格纳负责主城区部分，俄军正规军负责南北两翼，其中呢，北翼前线是俄军第106空降师，南翼则是第72摩步旅和俄天然气公司所属的火炬雇佣军。北翼的第106空降师还好说，VDV 嘛，算是俄军精锐了，大兵就不多聊了。而南翼的第72摩步旅和火炬雇佣军可以说是本次乌军大捷的头号功臣了。因为从最近的战线图呢，我们能明显发现，乌军此次向前推进的战线基本都是在南翼，同时这2支部队的战斗力着实不太靠谱。关于72旅，上周6那期影片中详细介绍过，这里大兵就简单提一下。在俄军正规军中，72旅属于3、4流部队了，编制上受俄罗斯第3军团统辖。第3军团成立于2002年夏天，虽然参加过俄军集训，但是由于受训时间太短，战斗力自然差点意思。俄天然气公司的火炬雇佣军相对好一些，是今年才成立的雇佣军组织，而且人家是为钱卖命，所以战斗力对比第72摩步旅还是要强一些的。从装备上看呢，无论是俄第72旅还是火炬雇佣军，自始至终都没有为其配备充足的重武器，并且有效期称72旅所在的第3军团从组建开始，人员编制也一直存在缺口。开赴巴赫穆特前线的时候呢，缺编达到惊人的23%。因此，俄军指挥呢将他们部署到侧翼，负责掩护任务也比较合理。但他们运气实在是有些差，碰上了重建的亚速营第3突击旅。综合比较，巴赫穆特的乌军部队战斗力和装备水平明显是要比俄军高出一些的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未来短时间内俄乌双方在巴赫穆特会如何攻防呢？从5月9号到5月13号，乌军对巴赫穆特的进攻态势来看，他们在南翼、北翼突出部均采取了先南后北的夹击战术，并且夹击的速度非常快。目前乌军在巴赫穆特东部分别形成了比较明显的2个小突出部，而乌军有了这2个小突出部之后，如果他们从南翼持续推进，俄军防守起来将会非常困难，主城区内的瓦格纳也会受到一定影响。至于其他方向的反攻信息，目前看来并没有太多的信息，比如苏勒达尔以北，乌军兵力并没有增加，规模相对有限。当然呢，这也是大兵意料之中的事情。
毕竟城区内防守比进攻是要容易得多了。而从战线图呢，我们也可以发现，目前乌军战果主要是占领野外阵地，还没有对城镇等俄军据点发起进攻。而俄军方面呢，大兵也从这几天的战斗中看出他们存在很大缺陷。首先是动员部队战斗力不强，战斗意志薄弱。例如前面的俄第72旅不仅丢失阵地的速度快，甚至出现了没有战斗就撤退的情况。这是俄第72旅士兵当时从巴赫穆特南翼撤退的画面。从细节看，是几辆运输车带着他们有序撤离，整个过程并非士兵的个人行动，而是集体行动了。这种军事行为，大兵个人理解应该是有军官下达了命令，才能组织车辆完成部队撤离。那么为什么5月9号普里戈金指责外围俄正规军是擅自撤退呢？这实际上是俄军的第二个缺陷。在巴赫穆特前线，瓦格纳和正规军之间指挥不统一，两个单位之间呢，很大概率还是没有联合指挥部的，只能各打各的。最后呢，是俄军前线反坦克力量真的很薄弱。从乌军各部队近期公布的视频来看，他们采取的小规模步坦协同进攻，在各个方向频频得手，这也足以说明俄军不是单纯的缺乏反坦克武器。另外也有图片佐证，这是乌军第3突击旅攻下俄军阵地后拍摄的一组图片。从中不难看出，俄军阵地有大量的军用物资被遗弃，其中不乏没有用过的单兵火箭筒和许多 TM62 反装甲地雷。那么有装备不用，俄军这是在搞什么？难道他们这次真的是战术撤退吗？有关这情况，大兵能想到的原因是，俄军动员兵部队很有可能是存在大范围训练不足的情况，使他们即便手上有克制武器，也很难在实战中反制乌军的小规模步坦协同战术。接着咱们再来整体评估一下巴赫穆特俄乌双方的局势。先说乌军，在俄军南翼部队溃逃之后，乌军夺回的失地改善了这片区域的外围态势，算是将双方战线给拉平了一些。其次呢，则是巴赫穆特西部 T0504 运输公路彻底进入到安全范围。那么乌军在占领了大片巴赫穆特外围阵地后，会不会继续进攻俄城镇的据点呢？实际上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消息传出乌军有新的增援部队出现。也就是说，在巴赫穆特进攻的乌军兵力是很有限的。未来如果一段时间内乌军不选择扩大战果，此次巴赫穆特反攻就是局部反攻，目的呢只是为了改善该区域的战线。而如果他们选择继续进攻俄军南北双翼的据点，那么乌军呢就是想在巴赫穆特方向彻底翻盘了。而从俄军角度来看，前面大兵提到的缺陷，他们需要优先解决，要不然事态很难控制。城内的瓦格纳与城外的正规军究竟要如何配合？因为城外正规军现在是撤退，而瓦格纳呢则是在进攻，两股力量的目标是完全没有统一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外围的俄军正规军部分部队战斗力相当薄弱，一旦在中心城市区域的瓦格纳被乌军包了饺子，俄军9个月的战果必将是覆水东流。那么现在摆在俄军指挥官面前的问题，就是前几天从南翼撤出的VDV精锐部队还要不要重新投入了？俄军指挥官需要尽快的下决断。另外，俄军还需要对后撤距离把握一下。如果俄军想要维持巴赫穆特战线，那必须把南翼的克里西夫卡和北翼的亚西德涅附近的连片阵稳住。而北翼对于俄军来说呢，比南翼要更重要，因为北翼的连片阵地地势比较高，能够俯瞰乌军的在巴赫穆特的主要后勤通道 M03 公路。如果被乌军夺回了，那么巴赫穆特俄乌双方整体形势将会彻底反转。既然大兵都来分析了，那么最后咱们再来预测一下。虽然乌军的动向一直是很难猜测的，但目前乌军在巴赫穆特投入的兵力确实并不多，很难看出有大力进攻的意思。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定，乌军大概率会夺下南翼的克里西夫卡。同时这几天呢，乌军会在巴赫穆特全线进行小规模且持续的紧密进攻，不断给俄军压力，使其丧失整顿的机会。如果这个时间节点战线有突破，那么乌军一定会抓住机会再向前推进。针对北翼的亚西德涅，说不定乌军情报总局还会出动海妖这类特战部队协助进攻。那么俄军那边呢，目前最为关键的是尽快确定VDV是否再次投入。大兵猜测，俄军指挥官呢应该不会再让精锐部队去巴赫穆特填线了，
因为这次俄军撤退已经暴露了动员兵部队战斗力低下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如果乌军在巴赫穆特更重要的方向，例如武赫达尔、扎波罗热，甚至向赫尔松一带发动进攻，俄军没有精锐机动兵团去这些区域补位，还是靠着动员兵不断的填线，那这个后果可比巴赫穆特本次后撤要更为严重。总而言之呢，通过本次俄军溃逃，能明显发现有些俄军是不缺装备的，但是有些俄军就不一样了。前2天呢，普里戈金还在视频里声称自己被俄国防部骗了，实际到位的武器根本不到承诺的1/3。无奈的他只能又给俄国防部写信，要求支援武器，否则瓦格纳就要步72旅的后尘了。那么你们猜猜绍伊古这次会不会给武器弹药呢？要大兵说，他们想给的话早就给了，为什么拖着？因为真正缺乏弹药的不是乌克兰，而是俄罗斯，并且普里戈金几次威胁俄正规军，甚至讽刺普京和俄国防部，偏偏事实还真的是俄国防部不断的拖后腿，搞得绍伊古很没面子。估计绍伊古这轮会和5月11号那天一样，稍微送一点弹药意思一下，也算是对俄国内舆论有个交代。要弹药是吧？我给了，到时候如果没有战果，那就等着挨收拾吧。之前大兵还挺好奇的，瓦格纳算是普京的私人军队了，普里戈金算是普京一把手扶持起来的，这会儿怎么不站出来帮一把呢？这张图片可谓是诠释了一切。图片来源是与瓦格纳有关的消息人士，内容显示了俄罗斯2023年5月10号的电话民意调查结果。从总统支持率看，普里戈金仅输给普京不到3%了。顺便说一句，被普里戈金痛骂的俄国防部长谢尔盖·绍伊古在这次调查中得分仅为0.1%。谁让俄正规军不给力呢？反倒是瓦格纳连获战果呢。另外，在5月13号当天，乌军还轰炸了巴赫穆特以南的俄军指挥部，俄军的指挥官和参谋长等3名上校被击毙，1名上校副指挥官受伤，数量不详的武器和装备被炸毁，指挥部里还有20多名俄军被牵连。那么各位朋友认为乌军还会不会继续挺进巴赫穆特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。我是大兵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